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名男子叫梁前昌，而这个画面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几秒钟后，梁前昌从身后几百米高的悬崖坠下，当场身亡。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桩意外的背后竟是一起十分恐怖的密室事件。大家好，欢迎收看《走出科学》，我是邓肯特约。2007年12月，台湾男子梁前昌与好友杨明章、宋进才三人报名旅行团，来到祖国大陆安徽黄山旅游。12月16日清晨，黄山大雾弥漫，导游宣布暂停登山活动，在宾馆休息。然而一大早，三人就擅自行动，登上了始信峰，并且互相帮助对方拍照留念。随后，梁前昌神秘坠崖死亡。这起意外事件发生后，死者梁前昌远在台湾的妻子连尚莹立刻乘飞机来到安徽，为梁前昌开具死亡证明，并料理后事。梁前昌的遗体在大陆火化，所有手续办妥，妻子也带着骨灰飞回了台湾。看起来一切都结束了。然而几个月后，中国台湾新北市一名梁姓老汉与保险公司员工走进刑警队，向警方报案。这位梁老汉就是死者梁前昌的父亲。父亲对儿子的死提出质疑。父亲说，儿子梁前昌自幼患有小儿麻痹，属于残疾人，平时他就是个流浪汉，他智力也有一点问题，他不可能有钱去大陆旅游。还有，他什么时候多出来个老婆？我这个当爹的都不知道。父亲说，梁前昌身上脏兮兮的，不可能有女的嫁给他，何况是照片里这个女的看起来还面容姣好。紧接着，保险公司员工也提出质疑。梁前昌死后他的这个妻子连某拿着大陆方面开具的死亡证明，要求赔付。原来梁前昌死前买了2份，总额为5000万新台币，也就是约1000万人民币保额的意外险。我们之前节目里讲过，这种险在保险业通常被称为求死险。在场的警员都意识到了不对劲。经过简单的调查，他们发现流浪汉梁前昌与连尚莹200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随后就买了这个巨额保险。仅仅1个月后，12月16日，梁前昌就意外坠崖身亡了。仅仅1天后，12月17号，连某就乘飞机飞往大陆给他办理死亡手续，随后又回到台湾申请赔付。旅游团领队也向警方回忆说，连某当时异常淡定，只是不断催促赶紧开死亡证明，从他的表情中看不出半点丧夫之痛。随后，保险公司向警方提供了同行的杨明章、宋进才相机中的照片。根据照片中的序号，警方发现这张是上山后梁前昌给2位好友拍摄的，转过来这张是2位好友给梁前昌拍摄的。而正是拍完这张照片后，梁前昌就从背后的悬崖坠下身亡。可警方惊奇地发现，在梁前昌坠崖后，2人的相机里居然又多出几张对着坠崖处拍的特写。大家看，这十分反常。大家想，正常人看见好友在眼前失足坠崖身亡了，那第一反应肯定是吓坏了，赶紧报警求助怎么可能在淡定的拍几张特写？这显然是为了日后便于保险理赔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由此大家可能猜测这是一起妻子为骗保伙同2名男子杀害丈夫的案件。然而实际上这起案件的真相远要比这个猜测恐怖得多。大家现在看到这栋小楼位于我国台湾省新北市淡水街新生路。2007年时这里是一家民宿，名为老董的家。这家民宿虽然条件一般，但比较干净整洁，因此当年还被网友评为 A 级民宿。根据警方的调查本案死者梁前昌以及一同登山的杨明章、宋进才都是这家民宿的员工，梁前昌还是民宿的主任。梁父向警方提出质疑，我儿子是个残疾人，是个有智力障碍的流浪汉，这辈子从没找到过工作，他怎么可能一跃成为一家民宿的主任呢？可现在纵有天大的疑问，梁前昌的遗体已经火化了，其余3人的供词完全一致，那显然早就串通好，就硬说是意外，没有任何办法戳穿他们。那么该从何处打开本案的突破口呢？因为保险公司对这笔理赔提出质疑，所以一直没有赔付。一天，负责调查本案的黄警官假扮成保险公司的员工，约死者妻子连尚莹到一家咖啡厅聊天，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话来。谈话间连尚莹不说别的，就一直催你们赶紧给赔付赶紧给赔付黄警官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怎么会嫁给一个残疾人，一个这个身体上有问题的人？连尚营的回答支支吾吾啊，只说什么日久生情啊，缘分到了呀，这些话来敷衍。此时谈话间，刑警的直觉让黄警官发现附近有人在盯着自己看。谈话结束后，离开咖啡馆，黄警官发现有2名男子在跟踪自己。黄警官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对方也开车紧跟不舍。黄警官来到了一个地铁站，以一名刑警的反侦查能力，迅速上了一辆地铁，摆脱掉了对方的跟踪。此时黄警官意识到，对手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骗保犯罪分子，而是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在摆脱跟踪时黄警官悄悄记下了对方的车号。回到警局，在系统中查询，这辆车牌的主人居然是老董民宿的老板，他叫李宪章。而警方很快又了解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本案死者的妻子连尚营，她其实一直是李宪章的女友。警方决定突袭老董民宿，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然而没想到，他们即将看到的将是一个恐怖又恶心的魔窟。这栋小楼的4楼是老董民宿的办公室，5楼和6楼是对外营业的客房，走廊都非常宽敞明亮。可警员发现顶楼7楼却十分昏暗，像是被荒弃了许久。警员来到7楼，一路检查，一直检查到走廊尽头的709号房间。在房门外就闻到了一股恶臭。警员问员工宋进财：“这个房间是干嘛用的？”宋进财说：“这是仓库，是仓库。骗鬼呢！给我打开！”开门的一瞬间，警员感到了一阵的毛骨悚然。开门后，大家看。房间中就是照片中现在呈现出的场景，一股巨大的恶臭扑面而来，几个目光呆滞、瘦骨嶙峋的人呆坐在床前。至此，本案真相大白。36岁的李宪章是这家老董民宿的老板。几年前，李宪章投资房地产失败，欠下巨额债务。从2005年开始，李宪章就会去街上找一些流浪汉，声称会给对方工作，把这些流浪汉骗到自己这里。大家知道，一个无业游民没有收入、没有流水，银行是不会给他贷款的。李收留这些流浪汉后，开出虚假的工资合同、用工证明，让银行误以为这些人有还款能力。李用流浪汉们的身份证向银行借贷，刷爆信用卡或上房贷、车贷，反正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把所有网贷都撸个遍。反正这些流浪汉什么都不知道，也没能力偿还。第二步，李还会用这些流浪汉的身份注册公司，成为法人代表，继续向银行贷款。反正这些流浪汉连贷款、银行是什么都不知道，这钱是肯定银行要不回来的。李宪章把每个流浪汉都吃干抹净，失去利用价值后，就把他们扫地出门，让他们自生自灭。很多流浪汉重病，他们就给扔掉，病死了。警方查到，这些被李宪章雇佣过的流浪汉，每个人平均都背负了上千万新台币的负债。再后来，慢慢的，李宪章意识到，这些流浪汉的命也可以拿来换钱于是他开始囚禁流浪汉。一开始他告诉这些流浪汉，给你们工作，管吃管住。流浪汉们以为遇到好心人了，没想到管住就是把他们全部囚禁到709密室里，管吃就是每天喂给他们民宿游客吃剩下的发霉变质餐食。李和手下的马仔还动辄打骂体罚这些流浪汉。流浪汉们每天关在屋里发呆没有任何事情做，上天入地求告无门，洗澡也没法洗被迫囚禁在这臭气熏天的709号房间里。警方破门而入后，发现这些流浪汉们目光呆滞，几乎全都失去沟通能力了。你可想而知被关了多久。再后来，李宪章在这些囚禁的流浪汉里选中了梁前昌，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他有身体和智力的障碍，好摆布嘛。于是李宪章指使自己的女友连尚营和梁前昌去领证结婚，随后为梁购买了巨额保险。2007年12月，李宪章指派2名员工带着梁去往大陆黄山旅游，并伪造意外将梁推下悬崖杀害。杀害后还拍摄了一堆现场照片，为了骗保。这里还要说一句，员工宋进财之前也是被骗进来的流浪汉，但老板发现他比较机灵，听
听话，就给他转正了，让他成为了自己犯罪集团中的一员。让我们想起以前讲过《今日说法》的一个人贩子啊，他的那个老婆之前也是他拐来的农村妇女，后来跟他一起从事了拐卖的犯罪活动。后来警方又查到了一些更加恐怖的事情。之前李县长手下有一些流浪汉啊，大量饮酒死亡，李因此获得了100多万新台币的赔偿。只不过这些事情因为过去太久了，证据早已消失，已经无法证明他是否有犯罪行为了。天知道李宪章还干过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本案2008年案发，经过12年的漫长诉讼，因为二人符合2007年的犯罪减刑条例以及刑事妥诉审判法要件，到了2020年本案才终审宣判。李宪章一开始是被判为无期徒刑，最后被改判为14年有期徒刑。女友连胜莹一开始被判11年，后来改为8年，而其他2名罪犯杨明章、宋进财没能熬过漫长的诉讼期，病死在了监狱中，也就不再追溯了。从时间算，李宪章、连胜莹这2个人现在早已出狱了吧？我在网上看到许多台湾同胞都对这一判决无法接受。有网友表示，杀人不用死，所以犯罪才会变多。还有网友表示，如果他们杀的是你法官的家人，你还会给他们减刑吗？这起案件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以及犯罪分子如何利用弱势群体进行经济诈骗和谋杀。有点像起我们之前讲过《今日说法》金蝉脱壳犯罪分子在街边找一个流浪汉把流浪汉给砸死，然后扔进自己的车里，把车烧掉想骗保险公司说自己死了，让妻子去申请赔偿。这些事件也提醒社会应该对流浪汉这些边缘群体提供保护。这起案件最恐怖的还是我们前面说的李宪章之前他到底利用了多少流浪汉员工的死骗取赔偿，永远没有人知道了。千古悠悠，有多少冤魂皆谈。